哎呦，啊，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！又遇上爷值班，还得麻烦你放我们进去看看福尔乐呀。对不起二位，今天不是探监的日子，请二位改天再来吧。我家主子挂念儿子，给福尔乐买了几件换洗的衣裳，请你行个方便吧。这事儿不是我不行方便，这里有规章制度，在下也不敢违规啊。哦，这位爷忠于职守。那么辛苦也不容易。来，一杯茶钱，不成敬意。这位爷，要是真能让你们进去，我还费这话干嘛呀？这么着吧，你们明天早上来，我一大早的在这大门口候着二位爷。哼，一个小小的石泉县衙门就这么难进，在京城就是刑部天牢，我想几时进就几时进。你横挡竖拦的不识抬举，是怕我们劫狱啊，还是怕我们串供？太太说笑了，这个傅爷一时拮据，拿了县太爷几两银子，关几天就放出去了，无功可串，也无劳可结呀。真不是我硬挡着您，放着顺水人情我不做。这你看，你要是再不让进，信不信我一把火把监狱烧了？对，县太爷在此，谁敢烧监狱啊？哎呀，青天大老爷，我儿子冤枉，你快把他放出来吧！你是谁？你儿子又是谁啊？我是福尔乐的额娘，他从京城跟你到了石泉县，做了长随跟班。捎信儿说他的生活有了着落，叫我来享福。可谁曾想，我千里迢迢普奔来了，他却背上了贼名，进了监牢。哎呀，县太爷，我敢保证，我儿子绝不会做贼。我们虽然说穷了，落难了，可也是书香门第，世代官宦人家。啊，你是富尔乐的额娘？哎，上这边来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富尔乐啊是我的铁哥们儿，我让他去完成一样特殊的使命。你不用担心，等完成任务啊，我就放他出去。什么特殊使命啊？哎呀，这是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哎，你住哪儿啊？哦，石泉客栈。哦，那你的住宿费由我管，你就安心的等着吧。可我想看看我儿子，那看守不让进呢。哎，今天不行，我要陪艾先生参观。那好，我就依你，我明天再来。阿弥陀佛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请你保佑富尔乐出去办事顺顺利利的，早一点回来。不对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观世音救苦救难的菩萨，请你保佑福尔乐远走高飞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信女刘桂香愿意替他坐牢赎罪，就算是下18层地狱，桂香也愿意。哎，快都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县太爷来了，快都坐好了，县太爷茶玉来了。茶玉的来了，哎呀，你别吃了，小县太爷茶玉来了，他认识我，一看见我就露馅了。你赶快想个办法吧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知道福尔乐出去的事，否则福尔乐在外面的事情就办不成了，抓回来还得受罪加刑呢。你就别站着发呆了，赶快躺下。我不躺下。你别碰我啊！你要想保住你富尔乐，保住你这小命，你就赶快躺下。你不说清楚，我就不躺下。我不能在你面前躺下。哎，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，快躺下。我不躺。跟老夫还能在大牢里边非礼你吗？快躺下。臭啊，呛死人了！别说话，装病啊！一切由老夫来应付。其实，
我几次都想去探监，总找不到合适的机会。我明白，你是县太夫人，不方便。旭莲，我在狱里真的好想你。那委屈你了，让你扮成女人跑出来看我。旭莲，我这次冒死逃狱，不仅仅是为了见你一面，而是来告诉你一个绝大的秘密。你的仇人乾隆已经到了石泉县。可我问过臭小子，他说乾隆5天以后才到啊。他在骗你，乾隆不但到了，而且就住在你家里。你是说，艾先生？就是他。你听没听说过10年前乾隆在本县欠下的风流债？你是说，乾隆出游和陈青莲那件事？当年，乾隆和陈青莲一见倾心，曾经生下一个儿子。这个儿子今年9岁，他不是别人，就是你的小丈夫陈文杰。陈文杰不是我公公的儿子。说来话长，陈青云是陈文杰的舅舅。我明白了，陈青莲未婚生子，为世俗所不容。陈青云为了遮丑，就把外甥认作儿子。的确如此。你的消息到底哪儿听来的？是不是真的？真的不能再真了。陈文杰把我和严路关在一个囚室，让我秘密弄死严路，这些都是严路亲口告诉我的。怪不得臭小子把你送进监狱。不过严路老贼也罪有应得，只有这个法子才能让他下地狱。现在先不说严路，你知道了仇人就在你的眼前，天赐良机，不可错过。你能肯定爱江山就是乾隆吗？千真万确就是他。我刚来的时候，在你家大门口还遇到了他。我是京城旧家子弟，以前在京城常见他，绝对不会差。老天有眼，居然把乾隆老贼送到我的手里了。爹，娘，莲儿，这就用乾隆的狗头祭我们徐家的列祖列宗。我家叶先生要见严大人，把锁头打开。奴才给主子请安。你还认识我这老主子？奴才心里时刻想着主子，就盼着主子来呢。京城一别不过数月，万没想到我们会在大牢相见啊！主子，奴才无故蒙冤，陷入大牢，受尽了屈辱折磨。你再晚来几天，你就见不着奴才了。你是2品大员，丁忧出缺，就是有罪入狱，石泉县令也没有权利要你的脑袋。他得层层上报，直至刑部，3推6问，最后还要皇上裁定罪名能不能成立。怎么会我晚来几天就见不着了？主子有所不知啊，这陈文杰受陈青云指使，无端把我抓来，把我关到大秋室里边，还授意同室的囚犯毒打我，不给我饭吃，还不许我的家人来探监。他们千方百计的挖空心思，要暗地里结果老夫的性命啊！有这种事？
艾先生沿路当面撒谎，把你当小孩子耍。他说我把他关进大囚室，遭了囚犯的毒打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分明是小囚室。还说我不给他饭吃，这是什么？石阡县有名的小吃驴肉包子，包子不是饭啊！当面撒谎，昧着良心说假话。艾先生，你可要明鉴。说的有理。阎罗，你明明住在小囚室里，吃着驴肉包子，怎么可以诬告陈家父子呢？奴才句句事实，这富尔乐可以作证啊。富尔乐在哪里？我要见见这个人。富尔乐是我们家的长随，偷了我们家银子，被我关起来了。那个人就是的。他怎么了？埋在铺草里面呢。回主子的话，富尔乐病了，他浑身发冷，我就把那个铺草给他盖上了。他怎么抖成这样了？一定是疟疾病犯了，赶快叫医生。哎，主子，富尔乐没犯疟疾，怕是伤寒吧？主子小心传染啊！是你明白还是我明白？闪开！奴才为了主子好，主子别看了。你说谎，滚开！里面藏的不是富尔乐，是刘桂香。主子饶命啊！说。你说这桂香从早上就提着一篮子包子去县大牢看富尔乐，他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？是不是在牢里跟人家过上了？哎呀，哪有你这么当妈的？这红狗白牙埋汰自己女儿，我埋汰他？哼，他放着县城的县太爷的老爹他不嫁，县城的太太他不当，非要嫁给一个长随。你说他是犯了哪门子邪呀？现在更绝了啊！富尔乐成了小偷，蹲了大牢。好人家的姑娘啊，谁不躲得远远的？可他倒好，上赶着探监送饭去，看守不让他进去，他还当众绝食。你说这老刘家祖宗八代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。哟，哎嘿，大姐买包子啊？来，快坐啊！你买多少包子？10个。哎，你稍等啊。哎，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呐？你说什么了？好啊你！我说了半天，你怎么全当耳旁风了呀？桂香上县大牢快1天了，你也不惦去看看，快给我找回来去！哎呀，他又不是不认识回家的路，他丢不了。再说，我这不正忙着呢吗？行了，你不去我去。挺大一姑娘，不知进退，不懂好赖。你说人家富尔乐不干吧，他偏偏鬼迷心窍，一厢情愿，这不怕街坊四邻笑话？我真是不明白，我真太不明白了我。哟，天下还有你不明白的事儿啊？谁喜欢上谁，他为什么喜欢，这神仙都不知道啊！哎呀，哎，拿着啊，这是包子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走好啊，大姐。哎，死桂香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怎么回来？你也不吭一声啊？你知道让我揪心，你还想让我上县大牢找你去啊？哎，老婆子，你认错人了，小大姐是来买包子的。哎呀，你个老东西，睁开眼睛好好看看，她不是桂香，她干嘛穿桂香的衣服啊？一样的衣服不是有的是吗？我眼睛不花，她真的不是桂香。要是桂香，我能卖她包子吗？嘿，你看看，篮子都是咱们家的，你看看。哎，大婶、大叔，我是富尔乐。富尔乐，你干嘛穿我姑娘的衣服啊？啊，我们家桂香上哪儿去了？啊，是啊，桂香她替我坐牢呢。啊？什么？我们家桂香替你坐牢呢？来，去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就体一下午，我穿她的衣服啊，混出来办点事儿，这不买几个包子，再冒充她回大牢去啊。哎呀，我说啊，我们家桂香把衣服换给你穿，这牢也替你坐着，她死心塌地的跟着你，你说，你怎么就这么忍心不要她呢？就是啊。哎呀，大叔大婶，这一两句话也说不明白，我得赶紧回大牢去了啊。行了，有什么说不明白的呀？
你就是要我们家桂香是二婚头，你也不好好的想想，你现在是小偷，坐着大牢呢，你是3只手，我们家桂香要是跟了你呀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富尔乐，我就是把桂香切碎了喂狗也不给你！别，真是气死我了，这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谁送饭呢？官爷，小的是给富尔乐送饭的。他是你什么人呢？啊，官爷，小的是县太爷家的丫鬟富尔，和富尔乐是干兄妹。这个小白脸在女人跟前，他就是占便宜啊！哎呀，上午县里第一大美人刘桂香要死要活的闹着要进大牢看富尔乐，现在县太爷又差大美人来看他，哎，进去啊！谢谢官爷。严大人，奴婢给你送包子来了，刚出火热。你居然还有心思说笑！县太爷都来了啊！怎么这么巧啊？我刚出去一会儿，他就来了。我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我是跟小和尚和艾先生来看严大人的。艾先生？哎，哪个艾先生啊？是我，艾香山，县尊家新聘的教书先生。皇阿玛，富尔乐，你吓傻了？这牢里哪有什么黄蛤蟆呀？顶多就是什么蟑螂、耗子的。哎，起来，哎，起来，哎，是耗子，刚才跑过去一只耗子，我花眼了，我从小就怕耗子。耗子，耗子在哪儿？我最怕耗子了。哎，女施主，别害怕，小和尚没有看见耗子。富尔乐，你说，你让刘桂香替你坐牢，你人出去干什么去了？小老爷，我没干什么呀，我是坐牢坐得太闷了，我想出去散散心。哼，我本来想放你出去的，可是一见你无法无天，临时决定啊，再多关你几天。小老爷，你就是再关我几天，我也不敢下手啊，完不成你交给我的任务啊。什么任务啊？哪有什么任务啊？他吓傻了，胡说的。我没胡说，我也没偷银子，是你给我捏造罪名，把我关进大牢的，要我在大牢里秘密害死严路。我一直把你当铁哥们儿，想不到你竟然出卖我，以后不跟你好了。哎呦，皇天在上，我并不想出卖你啊，可是事情逼到这份上了，让我进退两难嘛。本来我想让刘桂香替我坐牢，我混出牢房去，一走了之。可我一想，我这一走，不是连累刘桂香了吗？这不是大丈夫的所作所为，所以我就又回来了。富尔乐，我是心甘情愿为你坐牢的，你有机会走，为什么还要回来呢？你情愿，可我不情愿呢。我不能娶你，更不能害你，不是？陈文杰，谋害严路，你可谓绞尽脑汁，聪明用尽。三面对证，你还有何解释啊？他在乡里为非作歹，横行霸道，老百姓恨之入骨，怨气冲天。我一个七品小知县，有权抓他，没钱杀他，不能替老百姓伸张正义，百般无奈，只好用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，为民除害了。你不相信刑部和皇上会做出公正的判决吗？是的，我不相信严路当面是人，背后就是鬼。皇上不了解实情，反而受他蒙骗。我看呐，不但不会治他的罪，恐怕还要让他升官呢。你把皇上看成什么人了？皇上又不是神仙，也是凡人，不可能事事正确，样样伟大。无知小儿，
胆敢如此欺君犯上！我朝万岁爷那是真龙天子啊，圣明无比，功追尧舜，无论汉唐，他是古今第一完人，第一明君。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他要是完人明君，就还会来石泉县开什么贾祥瑞啊？严大人为母守墓，孝感天地，出了千年灵芝，不是你石泉县报上来的吗？是我老爹报的，我不同意他就打我屁股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千年灵芝啊！千年灵芝就长在我家坟地里面，艾先生到那一看就知道有没有。那是假的，石泉县从来就不出灵芝的。皇上提倡以孝治天下，而是天下大治，贺武升平，天降祥瑞，出了千年灵芝，那毫不奇怪。你撒谎！你说给王母守墓，修地下密室，抢占少女，还逼着夏苦瓜给你的鸽子披麻戴孝，造坟守墓。这灵芝啊，要长在你们家的坟地里，老天爷就瞎了眼了。你无中生有，公报私仇，构陷老夫啊！我构陷你？刘桂香受害人，小和尚富尔乐都可以作证。哎，我能做什么证啊？嘿，你忘了，你化身成女的上街引蛇出洞，沿路把你拉进轿子里。我没有装过女人呐，我就装过这一回女人呐。哎，富尔乐，你谎话连天啊！你怎么只装过一回女的啊？哎呀，福尔乐，难道你忘了吗？小老爷升堂审问沿路那天，你还化妆成女人跟我一块出堂作证呢。没有的事啊，我没有出堂做什么证啊。你肯定是记错了。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我有罪，请艾先生明察。我现在只不过是个教书先生，明察不明察没什么用啊。你没听说过一首打油诗吗？教管先生最下流，帮人门户度春秋，半饥半饱清闲客，无家无所自在秋。你是囚犯，可我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啊。不过我可以了解一下情况，帮你申诉。文杰，咱们走吧。主子，奴才叩送主子。小的送艾先生。啊，请。小人，你真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！赶快把衣服脱下来给我！哎，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你得罪我的地方多着呢，我可以不计较。可是我就是恨你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包庇沿路这个大坏蛋。哼！算我刘桂香瞎了眼，看上你这种不懂天理、没有良心的下流胚子。赶快把衣服脱下来给我！我不想和你这种混账东西待在同一间屋子里。穿上衣服赶紧走吧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。不给你吃，不给你吃，有东西喂狗吃，狗还懂得摇摇尾巴呢。可是你呢？哎，这包子是我花钱买的呀。你花钱买的又怎么样？顶账了，顶我上次送来的。混账东西！艾先生，请用茶。这是什么茶呀？这么不好喝，又苦又涩的。哎呀，这怠慢艾先生了。这县衙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茶了，就是这种劣质粗茶，还是留着招待客人用的。我和小儿每天只是喝白开水解渴呀。你别跟我哭穷，困难到这种地步。陈文杰不是有官俸银子吗？
几十两养廉银，要养家糊口，要照顾亲戚朋友，还要应酬上司，根本不够啊！特别是迎来送往是最闹心，招待的千好万好，有一点没让上司满意，那官儿就做不稳当了。现在是上头逼着下头当贪官，贪官啊逼着老百姓，老百姓没活路就闹事。最上头的是我。你是说我逼着下头当贪官？那么你是清官还是贪官？我当然是清官了，不跟老百姓要钱。小儿凭着海底天性做官，不徇一情，不贪一文，全心全意报效皇上的破格重用之恩呐。可是，清官也有清官的难处，说起来都是笑谈。学生父子连养家糊口的余钱都没有，住在徐家，吃在徐家，不折不扣是吃白食的倒插门啊！你说的也太离谱了吧！县太爷民政法司钱粮一把抓，在石泉县，陈文杰不亚于一方诸侯，一方的土皇帝。你就是太上皇，大权在握，想要弄钱，不是容易的很吗？不会，天地可见。学生如果要一文，那天诛地灭，徇一情，难倒于昌。只要你口对着心，不阳奉阴违，不刮地皮就好。那是。皇上请看，这是学生撰写的自勉联。头上有青天，做事须循天理，眼前皆及地，存心不刮地皮。志向可嘉。学生无望发达，普济天下，唯愿洁身自好，不做家乡罪人。李光是石泉县最大的罪人，他为了要钱，说这个是山匪，说那个是乱党、乱捕乱关、刑具拷打，昧着天理良心，红着眼睛抄家夺产，衙役也跟着作恶，弄得十室九空，民不聊生。朕几次下旨强调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。李光何许人也？竟敢如此猖獗抗命，倒行逆施。李光是严禄干儿子，用钱买的代理知县，他当然连本带利的捞回去，不像我不爱钱。武将不怕死，文官不爱钱，就会永保大清朝盛世至极。文杰啊，你说做清官好呢，还是做贪官好？当然是做清官好了。走在大街上，老百姓都夸我，叫我青天大老爷。严禄想杀我，把我和老爹推上断头台，老百姓全跪下来求情。要是哪天杀了李光和严禄，老百姓啊，保证是放鞭炮，拍手称赞。你一心想杀严禄和李光，是不是受你老爹的教唆呀？不是，严禄和李光坏得要命，我抓他们关他们，老爹根本就不知道。我将富尔勒进监狱，弄死严禄，老爹也不知道。要打要罚，不让我当状元、当知县都没关系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要怪我老爹。他不当太上皇，我也不当土皇帝，李光才是土皇帝，严禄是太上皇。陈文杰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严禄真的是那么坏吗？小儿你别开口，我没问你。陈文杰，我要听你说。我说了多少遍你都不信，就信坏人的话，信严禄的鬼话。可你做的事情都太出格了，你别以为我喜欢你就会纵容你胡闹。我没胡闹，严禄才胡闹呢，你还偏向他。我不偏谁，也不向谁。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你们两个的话我都要听，才能分辨真假，做出判断。你不相信我，我不跟你说了。明天呢，你自己到严家坟地看看，有没有地下密室，有没有牵连灵芝。一看你就能分出真假，谁是好人，谁是坏蛋了。叫人家当傻瓜骗了还不知道。怎么跟矮先生说话？我看我不打死你！这顿打暂且记下。明天我就要去严家坟地看个究竟，回头再打也不迟。海先生，天快黑了，咱们回去吃饭吧。哦，这下我也成了倒插门的教书先生，得蹭饭吃了。
请。星星好，谢谢，星星好，谢谢。啊，星星好。星星好。哎呀，星星好。去，星星好。去，星星好。干嘛呀？风筝。师傅，徒儿见过师傅。进屋里说话。哦。师傅，你怎么回城了？我以前都是高来高去，今天敲响大门。不过，你不必惊讶。陈青云在吗？我要认他这个哥哥。师傅以前住在这儿，都是避而不见的，现在为什么要认亲呢？是的，我以前恨他把我自己的亲生儿子交给皇宫里来的人害死了。可是现在我知道，我儿子非但没死，而且在世上活得非常好，所以我的恨意全消。师傅，难道你不恨乾隆了？乾隆？我怎么不恨他？我要找机会向他讨个说法。恨不是爱，不能长久。爱之深，恨之切呀。10年前，我也是花季少女，像你一样美丽。那时候，我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乾隆微服私访，路过石泉县，他在九天娘娘庙，我被他的风流潇洒迷住了。一度春风，他就走了个无影无踪。可是我却怀孕了，我忍受着极大的屈辱，生下了他的孽种。我一直相信他的海誓山盟，我一直盼着他来接我们母子俩。可是我盼来盼去，等来等去，却等来了皇宫里的一个太监。他们把我的儿子夺走了，扔进了荷花塘。当时我都气疯了。我当时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，到京城去找乾隆，我要问问他为什么背信弃义，为什么还要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。我走在半道就病倒了，一个道士救了我。他跟我说，皇帝没有什么信义可言。可是我不相信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中间有良心。我要是有机会见到乾隆，我一定要问问他，他中间长的是什么？难道是石头？师傅，乾隆老贼现在就在我家，
化名爱江山，当着西西先生，为了师父，为了我全家的血海深仇，我恨不得马上杀了他。怎么会呢？听驿站的探马说，乾隆的车驾刚刚到省城啊。那不过是幌子。乾隆早就轻车简从住进我家，他刚一进来，心源小和尚就跟着住进来，像保镖一样寸步不离。他不是乾隆老贼，又会是谁呢？心源也住在你家吗？和臭小子一起读书。你怎么知道艾先生就是乾隆呢？是富尔乐，他特意化妆成女人，从监狱跑出来告诉我。会不会搞错了？不可能。富尔乐，他是八旗子弟，在京城的时候见过乾隆，来我家的路上认出了他。我觉得这事儿过于离奇。乾隆以95之尊，绝无可能不带护驾随从，孤身犯险，独自一人跑到你家当教书先生。可富尔乐说的铁板钉钉，他根本没必要说谎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不能滥杀无辜啊！可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师父，稍纵即逝啊！莲儿，在你家杀艾先生绝对是个错误，连累陈家父子暂且不说，我已经听铁蛋儿说，他已经把炸药埋进严家坟地。你莽撞行事，就会打草惊蛇，暴露目标，大仇不得报，必将终生遗恨。不能手刃仇人的话，莲儿于心不甘。艾先生，请坐。请。来，吃饭。哎呀，老爹啊，我姑婆来了。啊？你姑婆来了？啊？可她埋在荷花塘边了，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出现在这儿呢？不会是大白天闹鬼吧？也许是谁冒充东翁的妹妹，想讨点便宜。人在哪儿啊？啊，就在外面。请他进来一辨真假吧。妹妹，果真是你！这么多年，你都去了哪里呀？让为兄日夜牵挂呀！有什么牵挂的？你不认为我早死了吗？妹妹，你儿子高中状元了，你高不高兴啊？是吗？我又没有儿子高中状元，当了知县，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？你的病好了，你不疯了吧？我的病没个好。你把我的儿子交给太监，扔进荷花塘淹死了，我得疯一辈子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此事日后再议。现在先进屋，我让你见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来呀！艾先生，你看是谁来了？臭小子，这位就是救小和尚命的青衣师太。师太，你走了，小和尚可想你了。我也想你呀。青莲，快坐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面吧？哎呀，你们当然见过面了。你真的忘了荷花塘、九天娘娘庙？你现在想不起来了吗？荷花塘、九天娘娘庙。艾先生，他就是在九天娘娘庙里那个和你对对子化缘500两银子的道士啊。来，尝尝看，这是厨师的拿手好菜。艾先生，承蒙上一次九天娘娘庙慷慨解囊，施舍银子500两，
贫道无以为继，就用莲藕为题出一上联，求次下联，以助大家的酒兴，如何呢？好啊，请出上联。不过这回可没有500两银子做布施了。贫道这次不画银子，只画心。听好：藕入泥中，玉管通地里。请对下联。你怎么知道这个上联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知道。你对不出，罚酒喝。艾先生，你对不出下联，我帮你对啊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，怎么不可能啊？我对得出下联：河出水面，朱笔点天文；河对藕，朱笔对玉管，天文对地理。这上联难就难在把植物和科学名称结合在一起。道姑，你输了，该你罚酒了。你对得出，他对不出。好，我也认罚。哎呀，青莲，你别喝醉了。醉了好，一醉解千愁。李青莲是斗酒诗百篇，天子呼来不上船。我陈青莲是斗酒出上联，天子你来对下联。这道姑喝多了，这里哪有什么天子，只有教书先生啊。醉了，醉了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喝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出上联。蓝桥求饮，梁园地。哎，陈文姐，你不许对下联，要他来对。你让我等你的喜信儿，你的喜信儿在哪儿啊？奴才一直跟着心源小和尚1天，可是一直没有找着机会下手。他跟在皇上后面形影不离。主子，这事儿急不得，要做的神鬼不知，不然要惹祸上身的呀。我看你是明哲保身，虚应差事糊弄我。主子，哎呀，主子，奴才我糊弄天，糊弄地，糊弄神，糊弄鬼，我糊弄我爹我妈，我也不敢糊弄主子您呐。不过好在随驾巡幸的大队人马马上就要到了，再有4、5天，咱们就和皇上住到一块儿了。那时候和小和尚接触的机会也就多了。无论是下毒还是动刀子，奴才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的小命给要了。奴才替主子拔去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永绝心头之患。皇上身子骨健朗，我真担心他老马恋战不肯放权，选小和尚当皇太子，到时候就没永言什么事儿了。是，贵主所言极是啊。哎，主子，奴才今天下午扮作要饭花子，守在徐宅大门口。您猜猜奴才看见谁了？看见谁了？又是哪个小家碧玉、青楼艳妓，叫皇上勾搭去了？主子，这您就冤枉皇上了。
这几天他哪儿都没去打野时，而是迷上了小知县的大媳妇徐莲。后宫多少佳丽还不够他忙活的，还偷着跑出来找女人，不管什么驴群马烂的贱货，他见一个爱一个。主子，您先别生气呀，皇上这回，他碰了钉子了。还真有这事儿，今儿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奴才塞给徐家厨子一点钱，打听的真真确确。皇上在徐家浇花、洗衣服、洗碗、对对子，能想出的献殷勤的法都试过了，愣是没打动徐莲的芳心呢，碰了好几鼻子灰。可是皇上他痴心不改，赖在徐家不回来呀。我说他怎么心甘情愿的当下人呢？原来是让徐莲这个小狐狸精把他魂儿给勾去了。是啊。哎，主子，您还没有问奴才，是谁进了徐家的门啊？你怎么大喘气啊？告诉我是谁，少卖关子。是主子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人，陈青莲。陈青莲不是投堂死了吗？你是大白天活见鬼了？是啊，鬼有形无影，我看见的分明是有形有影的大活人呢。你没看错？看错了，奴才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放在地上当泡彩，给主子解闷儿。就算陈青莲突然出现，他上徐家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？一家人团聚呀！他和野女人4孩子团聚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客栈里不管不问，我找他去。不能去呀！主子，就是去找，也不能怒气冲天的去找啊。咱们要寻思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，既不能惹皇上生气，又不能暴露皇上白龙鱼服的秘密呀。师太，艾先生来看你了。他一走10年，到现在才来看我。青莲，官身不得自由，我现在来了，晚了吗？晚了。人生能有几个10年？这10年当中，我受了多少熬煎，我忍受了多少无法言喻的痛苦，心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。两地相思一样苦啊！回到京城，我的心里一直放不下你，时时刻刻惦记着千里之外的你呀。你说谎！你风流快乐过了，你违背了自己的誓言，抛弃了我。如果不是我的哥哥千方百计地保护我，我早就被族人陈塘处死了。我千难万难地生下了孩子，你却派来个太监，把他丢进荷花塘淹死了。你好狠心啊！你为了保全你自己的名声和面子，不择手段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。你就是这样放心不下我，这就是你说的千里之外牵挂的我。青莲，我没有差遣任何人来过石泉县，我根本不知道你怀了孕。如果知道一点信儿，我一定会把你接进京城的。你还在撒谎！我是个汉人，你把我接进京城，你怎么安置？我拥有4海，统御天下，难道就没有办法接纳我一个心爱的女人吗？你的办法就是背信弃义，你淹死自己的亲生儿子，逼疯他的母亲，你还要当什么标榜青史、垂范千秋的什么实权的老人？青莲，还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？我没有派人来害你们母子，我一定要找出当年按下毒手的那个混蛋，千刀万剐，凌迟处死，以表明我的心迹。
主子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请慢。了然方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衲不分昼夜，一直不离皇上左右，暗中保护。皇上任性而为，让方丈受苦了。皇上住进陈家，自有皇上的用意所在。老衲略小危劳，实属应该。贵妃娘娘来此有什么要事吗？我要见皇上，请他移驾石泉客栈。哦，娘娘要以什么身份见皇上？主子今天下午以福尔勒额娘的身份去县大牢探望15阿哥的时候，曾经见到皇上，并且和9岁小知县说过话。现在还是用这个身份去找小知县，要求他释放儿子，这合情合理合法，不会令人起疑心的吧？皇上住在这里有何不妥？不妥之处多了。我要劝皇上不要沾花惹草，重温旧梦，免得惹火烧身，闹出传闻，失了皇家的体统颜面。我要他赶紧回石泉客栈，等着随驾的大队人马到来，风风光光的巡幸祥瑞，功德圆满的回京。好了，娘娘东一句西一句的说了一大套，可老衲没有听明白。皇上住在陈家，何曾沾花惹草，又同谁重温旧梦？你是出家和尚，不懂男女情事。皇上风流成性，大搞夕阳红黄昏恋，赖在陈家不肯动窝，就是迷恋上了小妖精徐莲。徐莲是9岁小知县的妻子，皇上怎么能自贬身价，与陈下的女子偷情，逾越礼教呢？你是皇上的佛前替身，不知皇上是两面人，人前背后不一样。他让你看见的是正大光明、尽善尽美的一面，他卑鄙龌龊、肮脏下流的另一面，你半点也看不到。甭说小知县的女人，就是军机大臣国舅爷傅恒的一品夫人，他也照偷不误。家华没有野花香。就算是皇上闻香下马，徐莲年纪轻轻，家住石泉，怎么会和他有旧情呢？徐安看见陈青云的妹妹陈青莲进入这座大门。这10年，边疆战事接连不断，内地水涝旱灾频频。乱党趁机蛊惑人心，闹事犯上，内忧外患，交相逼真。我是累得筋疲力尽，拼命维持着大清的太平盛世，实在是无暇分身来接你呀。但是我真的把你放在了心里，无时无刻的不牵挂惦记着你。在京城街头，我遇到了陈文杰。听他说是石泉县来的，姓陈，9岁，又带着这串佛珠。了然师傅说，这串佛珠是我爹娘送的。我问了然师傅我爹娘是谁，他不告诉我。为什么不告诉你？不知道。师太，你对小和尚最好了，你去帮我问问了然师傅，我爹娘在哪儿？他也来石泉县了。我是要去问他。问他是怎么收养的你。你不必去问了然方丈了，我会把这一切都讲给你听。你知道，你快讲。我原以为陈文杰是我们的孩子，他姓着你娘家的姓，依着常理推测，他不可能姓我的姓。陈文杰是我哥哥的独生子，他怎么会是我们的孩子呢？当时我不知道啊，后来和陈文杰对了几副对子，见他聪明过人，非常可爱，就有些疑心是你含辛茹苦为我生下的儿子。我问他娘是谁，他说他没见过娘。他说他娘疯了，离家出走了。我猜测你也许为世俗所不容，被逼疯失踪了。我真是肝肠寸断，苦不堪言。为了补偿你们母子，我也不顾上上下下的非议阻挠，赐给9岁孩子新科状元，放他回石泉县做了知县。我的这份用心，你能理解吗？我借口观赏祥瑞，临幸石泉县，就是为了来找你。活着我要见人，死了我要上坟前来拜祭。
为了实现这个目的，我甩开随身护驾的官员护卫，冒险微服先行。可是我在荷花塘边，只看见了一座荒草萋萋的孤坟，一块刻着你陈青莲名字、长满青苔的墓碑。刹那间，如同万箭穿心，五雷轰顶。后来到九天娘娘庙为你烧香祈祷，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，哪里还会想到那个化缘道士会是你呀？直到刚才在餐厅吃饭，你说出了当年我们用来定情的对联：蓝桥求饮良缘地，金屋藏娇夙愿长。我才敢确认是你，是活生生的你，而不是梦。前天在九天娘娘庙，我以为你认出了我，所以我用上联问你：大善事，一天欢喜，如何撒手宝扇？你却回答我是风道人，嫩地贪吃，哪得随身金靴？当时我的心凉了，我想，我苦熬苦等了10年，等来的竟是绝情绝义的辱骂。后来，你捐了500两银子，说是为陈文杰的姑姑祈祷冥福，我才知道，你并不是无情无义的，你是误以为我死了，没认出来我。所以你受了感动，恢复女装前来和我相认。青莲，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，在你我身上不会重演。青莲，老衲出家之人，纵然不懂世俗人情，可也知道妹妹到哥哥家走亲戚实属正常。这和什么重温旧梦、风马牛不相及。娘娘用不着大惊小怪、草木皆兵。皇上天性见不得漂亮女人，陈青莲寻娘半老，风韵犹存，主动上门，没有旧情也有新爱。我担心皇上龙体过劳，年事已高，我要进去把皇上请回石泉客栈，离开这淫秽之地。娘娘是在强词夺理，皇上自尊自重，断无苟且之事。我非把皇上拉出来不可。皇上已经受聘为教书先生，怎么可以随你说走就走？哼，反正他这教书先生也是假冒的，辞了就是。你让开！老衲不能听任你无事生非，打乱皇上的计划，暴露皇上的行止。你们速速回客栈，不要执迷不悟，一错再错。哼！你竟敢管我？徐安，把这个不识相的东西打走！呀！啊！门口有人打斗，我去看看。公公得罪了。哼！坏婆娘，我姑姑死了9年了，
怎么活了？问你爹去，干嘛问我？我问过了，他不说还要拿铁板子打我屁股，所以才问你嘛。我嫁到你们家才几天，我上哪知道你们家旧事？我死而复生的姑姑，为什么痛哭流涕，还喝那么多酒，害得我都没喝酒。又没让你审案子，操那么多心干嘛？想喝酒的话，我这有，管够。哎，那你快拿来，你给我喝。你想知道你姑姑为什么哭，为什么喝那么多酒？把它喝光了，我就告诉你。我全喝光了，你就告诉我，不骗人的。骗你是小狗。想知道为什么，就赶快喝吧。那你去给我找个酒杯来。一杯一杯的喝，喝到天亮也喝不完呢。我可没有耐心等那么长时间给你讲故事。也没有酒杯，又没有碗，你叫我怎么喝啊？你总不能拿着它这样往下灌吧？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？把你的小脑袋呢伸到酒坛子里面去喝，不就行了？那好啊。